Hello， 大家好，我是议员，今天来讲一下关于960输掉 KVK 这件事情。有看过我直播跟影片的观众应该都知道，其实我在之前就有讲过，我不希望这一次960赢 KVK， 因为担心之后的 KVK 再也没有王国想要跟960打了。不过显然看了这一次的 KVK 之后，应该都知道，只要人数上的压制比较多的王国去打960之后呢，960还是可以被打败的。不过当时候我这样子说的原因，其实有一部分也是因为我已经预料到960会输掉这一次的 KVK 了。原因也很简单，960一开始就是跟一个先锋王国打架，甚至打到2605都已经退出先锋了。到了皇庭还要对上拥有4个联盟的王国1093，怎么可能还会赢呢？还有这一场 KVK， 其实有很多人讲，如果960跟2605合作的话，可能结果会不一样。还有说应该要让2605进皇庭之类的，他们也不至于偷960后面的屁股。还有人说我讲2605很恶心，那这里我稍微解释一下为什么会讲2605很恶心。其实打 KVK 在后面捅屁股是很正常的事情，尤其是这一场 KVK 是 free for all 的关系。我这里有一些东西是大家可能不知道的，就是2605呢，其实他们是故意报名这一场 KVK 的，我在之前有强调过。那么报名这一场 KVK 呢，也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大家都有权利去报名 KVK。但是2605在邮件里面有说到，不管他们是跟93还是跟960合作，将会成为那个差异制造者。也就是说呢，其实2605原本的意思就是想要轻松赢 KVK。这就是为什么960不要跟他们合作的关系。其实我在很早之前就跟大家讲过，其实3打3跟2打4是比较公平的。960知道他们的居心之后呢，就选择不要跟2605合作。我不确定是不是因为2605的计划被识破了，也因为这个地图的分配刚好是优先攻击960，所以他们就专门针对960。再加上960这一次的外交是真的做得不是很好，才会变成这一场 KVK 这么多的口水战。那其实除了这个原因之外，另外一方面也是因为960跟2605合作的话，其实也很大可能会赢下这一场 KVK， 也会被大家说960就是靠盟友才赢下这一场 KVK。 那就算1093跟2605合作的话也不平衡，960要带这3个阵营去打仗，赢了就会被说4个阵营赢 KVK 很正常，输了就会被说4个阵营都打不赢 KVK。所以这一场 KVK 匹配结果出来呢，都是已经不公平了，不管谁跟谁合作都是一样。不过这个也算是960的问题之一啊，也是他们怕被人家舆论的关系，所以就不跟人家合作，想要单挑，所以最终才会变成 free for all。另外一方面，我也是听到一些人对我的批评说，我就是收了钱之后，所以才帮960讲话。我在这里郑重说明，我从来没有跟960的玩家收过任何1分钱的费用，除了我直播的时候他们自己跑来donate。为什么我要帮960打 KVK 呢？其实我支持960是从很久以前开始支持到现在的，我专门做过一个播放列表，里面全部都是放960以往的 KVK， 我是从他们 KVK 3开始一直支持到现在的。那时候960还默默无名，完全没有人知道960到底是谁，甚至没有人关注他们以前的 KVK。 直到后来960战胜了一场又一场的 KVK， 打败了一个又一个的大先锋，间接性出名了，成为大家都知道的960。也就是说，其实我也只是960的其中一个粉丝而已。不一样的地方在于，他们有提供一个账号给我，让我帮他们去战斗。那其实我没有想过要帮960打过这么多场 KVK 的。其实我当初会帮960打 KVK 是因为365那一场 KVK， 3个韩国王国想要打死960，那因为我是他们一直以来的支持者，也不想要看到960输，所以我就决定免费帮他们打。没有想到打着打着就打到现在了。我跟他们讲过好几次，我不想要再打了，因为960的 KVK 真的不是人打的。各位也可以从我的直播看到，我连续好几天都是打超过12个小时以上。像是这一次打皇庭熬夜了这么多天，再加上我一直盯着很多个荧幕看着画面，到了960皇庭沦陷的前一天，也就是第6天，我的眼睛开始一直不断的飙泪，所看到的东西是灰蒙蒙的，然后我的心跳跳很快，已经开始觉得身体不对劲了，强制自己去休息。所以在先锋王国打 KVK 的压力呢，是真的比起一般王国还要多出很多。不过还好我的王国是在西地主，打仗的时间不需要这么长，可以比较早休息。不过在先锋王国打仗确实比较有游戏体验比较多活跃玩家，有人跟你一起打仗，让你更加享受游戏的乐趣。那我对于这一次960的表现失不失望呢？其实还蛮失望的，发生了一些事情。但是我必须要说的事情就是，这一次我也是有参与，如果我失望的话，间接性也是对我自己表示失望。对于我这一次自己的表现，其实我也是觉得还蛮失望的。主要原因还是因为这一次 KVK 我的情绪还有我的态度不是很好。
我自己的性格也比较好胜心一点所以一直想要赢 KVK， 想要打败对手。像这一次1093的野战呢，就是把960的部队全部给击倒了，有发生过好几次的三文治现场，让我觉得有挫败感而感到很失落，就会开始对队友抱怨之类的。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有一次管理层就说到现在打野战的人很少，我回复到他说野战打成这个样子，不合群，不听话，不听指挥，要怎样赢，要怎样打，谁还想要去打了？我不想打了，你们加油吧。这个确实是一个很不好的态度来的。之前我在先锋王国的时候就已经有这样子的事情发生，所以我才移民到 CD 组。不用去指责我的队友，大家累了，大家想要休息，有东西要忙的话，大家都可以下线。因为就连对手也是这样子，所以我们打仗的时间比较短的关系呢，我也不会去觉得说对面还有人在线，为什么我们这边没有人在线，而感到压力，自己的情绪控制不住的问题。但是没有想到现在我又回去先锋王国打架，还是一样的心情。因为当时候我在说这句话的时候，其实是在 DC 大家都听到的环境，其实很影响士气。尤其在 DC 的一般都是比较听话有听指挥的玩家，所以我是讲真的很对不起他们。不过我还是要稍微讲一下960那边的一些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大家来960呢，一般都是为了要打野战，所以一般打关卡、打旗帜、打要塞的时候呢，是比较少人在线的。因为这种工作呢，其实会比较花时间一点也比较无聊，大家也拿不到更多的击杀分数，所以一般都比较少人参与。我是可以理解原因因为大家都要工作，都要上学，都要过自己的生活，所以人比较少，不想要浪费时间是很正常的。但毕竟960他们的王国位置是在先锋那一个先锋王国人数不达标，不能打架的话，就很难拿下关卡，拿下要塞，拿下旗帜。所以才会时常发生到关卡拿不下的原因不够人去填兵。不过一方面也是因为960他们收的活跃玩家不够多的关系。960不管怎么说，主要的玩家只有一个联盟，可能多一点点吧，总数差不多200个活人左右吧，就变成说如果真的有一部分人要去上班的话，可能剩下的人很少，不到100个。所以各位才会看到之前我分享过的画面，就是我一个人要操控很多个账号，但是间接性又导致成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活人太少。那么为什么960不要招募更多玩家呢？不是不要招募，而是960正在先锋，一直没有办法降下去。王国里面玩家的平均战力都普遍比较高的关系，就变成王国很容易在先锋。不是没有尝试过要下先锋，尝试了，但是没有办法下到去。像我之前影片所说的，现在先锋王国已经死掉了，有很多先锋王国都已经不在了，不然就是他们的战力已经不如以前了。也就是说，如果960真的要下先锋的话，要么就是整体玩家全部删除兵力，不然就是要强制某一些玩家离开王国。既然都已经说人很少了，当然管理层更加少。管理层算起来的话，可能不到5个人左右，要兼顾的东西太多，又要去看旗帜要去看联盟，要看地图，又要指挥，又要操控多个联盟，这个每一个管理层都会遇到的问题啦。只不过因为他们是在先锋王国的关系，所以头更加痛。不过这一次 KVK 呢，其实真的要感谢小莫。小莫其实是以前亚老时代的指挥，专程回来指挥960，但是他是半路才回来指挥的，也就是说之前发生过什么事情他是完全不知道的，直到黄庭的时候他才回来帮忙。老实说，小莫的指挥能力是真的很强，在他的指导之下，960的野战都是可以推得过93的，也特意为了这一场 KVK 熬夜去指挥。而且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黄庭最后一天的时候，960的野战还是打得溃不成军，但是小莫说了这么一段话，我不管现在战局到底是怎么样，现在战况到底是怎么样，他现在只想带着960的野战部队打出一片光彩，这样才是真正的960。尽管小莫他是真的很努力了，最后一天因为领土太少的关系，也不够提皮位，大家没有办法全部人上线，没有办法野战，以至于最后一波黄庭之战呢，也没有办法顺利推掉敌人。但是我想说，小莫是真的很努力了，他为了这一场 KVK 声嘶力竭的一直去指挥，打仗的途中还军训960到底应该要怎么去打野战，毕竟他也是带领着960走过不少场 KVK。尽管这一场960的 KVK 没有办法拿到胜利，但是我是真的觉得小莫他已经做到很好了，他已经很努力了。也不是说其他的指挥管理层没有在做东西，他们不够努力，而是小莫他已经不在960了，这些事情都是他没有必要去做的事情，但是他还肯去做。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这一次有很多玩家其实都不太听指挥，也就是因为这些人不听指挥呢，搞到其他的指挥还有玩家都很恼火，这个也是需要改进的地方。
至于对于960输掉这一次 KVK 的看法呢，其实游戏不是输就是赢了，而且是打了这么多个赛季才输第一次，我觉得是已经可以了。甚至有些仙服王国是每个赛季都输掉 KVK， 就连这一次的对手1093还有2605都曾经输过 KVK。所以老实说，输赢真的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只是看表现而已啊。严格来讲，这一次90的表现呢并不是很好，只是希望在失败之后能够改进。不管怎样，这一次的 KVK 在前期跟2605打了这么多天，从关卡4战斗到关卡6，直到关卡7开放跟1093打 KVK， 直到皇庭开放为止，坚守了6天。我是觉得大家都很努力啦，甚至到皇庭的时候，其实有不少人都是没有睡觉的，没日没夜的战斗，甚至有些玩家已经生病了。有试着尝试去努力了，而不是直接放弃不打，毕竟现在有蛮多王国都是选择不要打 KVK， 直接放弃种田。不过老实说，我还蛮享受这一次的 KVK 的，因为除了在上次打365之外，之后的 KVK 呢，一般都是没有这么激烈。刚好跟365决斗的时候也有1093，这一次又有1093，所以我才在上一个影片说感谢1093带来这么精彩的决斗。那选择打93是不是自不量力呢？其实某个程度上来说也算是。如果你们还记得的话，之前我有做过一个960的反弹，有问到能不能够打败93，是已经有直接坦白的承认了，如果960打93这么体积庞大的王国是打不过的。但是也因为这个地图分贝啊，所以一开始960并不是跟93决斗。我是觉得说，如果下次还有机会的话，可能刚好双方都是在正对面，可以从一开始单挑会比较合适。我是觉得曾经尝试过也比直接放弃来的更好，至少我已经跟93对决过了，可能出来的成绩并不是很好，但至少我尝试过了。那么上面所说的东西呢，全部都是我个人的观点，我对于960的看法，对于这一次 KVK 的看法。不管怎么说的好，这一次的 KVK 呢，确实是今年史诗级的战斗呢。接下来还有没有机会看到这样子的战斗呢？我也不知道。也因为这一场 KVK 而让大家重新关注这个游戏，导致整个游戏社群活跃起来。最后也是感谢我的观众啊，因为这一次的直播呢，我全部都是用小号在直播的，也就是说大家看不到第一视角，有些玩家可能会觉得很无聊，大家就是想要看主播是怎样去操控打仗的，所以在观赏度上面可能给大家带来不是很好的体验。大家也是看着这样子的画面10到20个小时。这一次我也是尝试用更多的英文去跟大家沟通啊，因为我的英文念起来比较蹩脚一点。不过也还好，我的观众包容性也比较高，也比较善良一点啊。我讲的英文这么蹩脚呢，都说我英文讲得很好我不懂他们是不是在说谎。也有不少人跟我互动，跟我聊天，这也是为什么我要做直播不延迟的原因之一，可以跟我的观众沟通交流。非常感谢这些观众的支持还有陪伴。这一场 KVK 终于结束了，我也可以好好的回归正常生活了。因为打了好几天的关系，其实我都没有去管我的宠物。当最后一天皇庭失守的时候，我去看了一下我的仓鼠，水也没有了，食物也没有了，而且它的笼子还发出臭味，我还以为它死掉了，才发现到原来是尿尿的原因，所以才导致到笼子这么臭。我的仓鼠没有事情，它还安然无恙。但很遗憾的就是之后我自己的王国也是要打 KVK 了也就等于说我打完960之后，我还要继续打我自己王国的 KVK。 不过还好我自己的王国是 CD 族，所以不会这么累。以上就是本期内容，也感谢听我的废话讲到这里的观众这一次是真的比较多一些感慨的话讲，有很多不是很重要的一些废话还有内容。不管怎样，感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个影片再见。